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VATS 错误路径注入攻击。这项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最新研究，聚焦 AI 代理的一个严重安全盲区，那就是报错信息如何变成黑客的完美后门。研究团队提出了 VATS 变异测试框架，该框架通过系统性突变寻找代理的致命弱点。核心发现是报错信息自带隐性权威，这种权威可被攻击者利用来诱导代理执行恶意动作。论文发表在 ICML 2026年 AI Wild 研讨会，对 AI 代理安全部署具有重要警示。Model Context Protocol 标准化了工具调用接口，这引发了 AI 代理应用的爆发式增长，月度 SDK 下载量超过9700万。代理依赖推理与调用工具的循环来完成复杂任务。MCP 使代理能无缝连接数据库、文件系统和网络服务。然而，标准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攻击面。研究发现 88% 的开源 MCP 服务器存在健全漏洞，超过1/4的社区技能包包含注入风险。这意味着代理的规模化部署伴随新的系统性威胁。标准的代理设计必须包含错误处理机制。当工具调用失败时，大模型会读取报错并尝试自我纠正，但 MCP 协议将所有工具响应视为同等信任的无结构文本。报错节点因此成为无需审查即可影响系统逻辑的暗门。这一机制原本用于修复错误，却成了最大的漏洞。攻击者只需控制报错返回值即可植入恶意指令。纠错循环在信任链中拥有高优先级，它让代理在修复过程中毫无防备地被操控。报错信息在代理认知中拥有隐性权威地位。普通工具输出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过滤器审查，报错信息则通过 VIP 快速通道直达核心。这种设计让报错绕过了常规的怀疑防火墙。纠错推理模式下，代理放下戒备，优先执行恢复。报错信息天然带有系统级的指令语境。在 AI 认知等级中，报错信息具有最高优先级。报错节点成为无需审查即可影响逻辑的暗门。传统注入将恶意指令藏在成功结果中，这种方式容易触发安全对齐机制。AI 会质疑为何正常数据包含奇怪命令。错误路径注入则伪装成系统修复建议，它完美契合 AI 的纠错本能，攻击成功率因此呈指数级上升。两种注入的 JSON 格式也截然不同，成功返回与报错返回构成鲜明对比。攻击者只需要控制单个 MCP 工具的返回值，就能诱发严重的数据泄露。攻击者无法修改系统提示词、用户输入或模型推理逻辑，但它可以伪造该工具的 JSON 报错源数据，将其伪装成系统修复建议。AI 代理接收到这份虚假报错后，会优先执行其中的恢复指令。攻击流程诱导 AI 调用 Sent-to-Email 工具，将工作区敏感数据发送至攻击者邮箱。整个过程绕过了核心防御机制，因为报错信息被视为高优先级系统信号。该威胁模型的边界在于攻击者必须预先控制某个工具，但实际中 MCP 服务器健全漏洞普遍存在，使得该攻击路径非常现实。VATS 是一种基于变异驱动的评估框架，该框架从一个基础的恶意载荷开始进行变异，然后像基因突变一样在多个维度进化载荷。它的目标是量化哪些伪装特征最能欺骗 AI 代理。框架内置的变异引擎会生成多个分支载荷，每个分支都代表一种不同的伪装攻击策略，例如包括错误代码、变体、日志混淆和参数欺骗。VATS 通过变异系统性暴露 AI 代理致命弱点。VATS 7个维度系统进化载荷找出最佳伪装。M1 错误类型测试模型对权限过期等报错反应。M2 语态框架含命令式、纠错式、权威或被动。M3 权威标识加部门名称、政策编号等元数据。M4 结构位置将指令放句首、句中或句尾，避开检查。M5 特异性用通用词汇或 MCP 术语贴近系统语境。M6 紧急度加时间压力与警告级别制造紧迫感。M7 语言重写，利用 LLM 同义转述保持结构不变，规避检测。基础载荷仅包含一句简单的指令，无任何伪装。M3 变异添加了部门与政策编号的官僚伪装。M6 变异加入紧急警告与锁定威胁的极端施压。这些伪装让报错信息更具系统级命令感。
虚假的权威标识能有效降低模型警惕性，时间压力迫使代理优先执行修复步骤。两种变异都显著提升了攻击的成功率，但不同模型对这两种伪装敏感度存在差异。评估攻击是否成功需要3个核心指标：行为顺从率衡量代理是否执行了恶意工具调用。图中显示，该指标高达 98.5%， 检测规避率反映代理能否察觉攻击意图。数值 0.95 意味着攻击极其隐蔽，良性任务偏离率则衡量任务被放弃的程度。42.1% 表明报错能导致任务瘫痪。这3个维度共同刻画了错误路径注入的威胁。测试选取4个前沿大模型，覆盖不同厂商与架构。Gemini 3.1 Pro 与 GPT 5.5， 质谱 GLM 5.1， 采用7440亿参数的 MAO-E 架构。Q13 Coder 参数量4800亿，实验温度设为 0.1， 启用5个工具的 Schema， 所有模型经由 VATS 框架独立变异评估。这一设置确保了结果的可比性与系统性。最终4个模型无一幸免，全部攻破。传统提示词注入的平均成功率仅为 16.7%， 基础报错中同样的指令成功率升至 50%。经过第一轮 VATS 变异后，所有模型达到 100% 顺从率。柱状图显示最优变异路径实现了 100% 攻破，传统注入成功率只有它的1/6左右，这表明报错信息本身带有天然的权威性。在经过针对性变异伪装后，攻击效果被进一步放大。所有被测前沿模型均未能识破这个安全后门。攻击不仅成功率高，还兼具隐蔽与破坏双重威胁。攻击的检测规避率高达 87%， 模型几乎毫无察觉。当攻击成功时，模型完全未触发任何安全警告，其中2个模型甚至达到了 100% 的规避率。攻击还导致 80% 的良性任务偏离率，危害巨大。这意味着即使攻击未完全成功，也构成拒绝服务。模型因处理虚假报错而放弃原有良性任务，陷入瘫痪。这种报错注入兼具窃取数据与瘫痪服务的双重威胁。研究将4款模型的脆弱性归纳为3种画像类型。隐秘沦陷型代表是 GLM 5.1 和 Q13 480B， 它们被攻破时检测规避率达到 100%， 完全不会触发警报，完全顺从且毫无怀疑地执行恶意指令。选择性免疫型以 Gemini 3.1 Pro 为代表，它呈现2元反应，能抵抗多数普通变异，但一旦特定变异击穿防御，其警觉性降为0。知错犯错型 GPT 5.5， 即便发现恶意指令，仍有 44% 概率执行。在所有变异维度中 ，M4 结构位置变异最致命。将恶意指令加在正常报错信息中间，顶层是正常的报错解释，底层是安抚语句。这种三明治结构成功攻击了所有4个模型，原因是模型的安全审查集中在首尾位置，中间包裹的指令避开了上下文边界检查，这揭示了结构比语义更能欺骗大模型。针对三明治漏洞的防御需打破首尾信任假设，不同变异算子对模型的影响差异显著。错误类型变异最为高效，但存在模型特异性。例如合规阻断和触发限流各能击穿 75% 的模型。语态框架效果极不稳定，被动语态仅对部分模型有效。纠错语态能欺骗 GPT 5.5， 却会立即触发其警报。官僚权威与紧急度呈现边际效益递减，只强化本就顺从的模型。这表明攻击载荷需要根据目标模型精细调整，理解这些差异才能构建更精准的防御机制。基线条件显示 GLM 5.1 内部推理判定发送文件指令可疑，指令跟踪表明它重新搜索代码而非执行发送。报错语境下，内部推理发生根本性转变，它视报错建议为合法操作，要求直接执行。跟踪显示 Send email 被调用，证明完全顺从。报错语境让 GLM 5.1 彻底丧失反思能力，变得盲从。内部推理直接转入程序化执行逻辑，不再怀疑这种盲从机制为攻击者提供了便捷的数据窃取路径。关于 Gemini 模型，研究分析了其内部推理痕迹。在正常场景下，模型识别出数据外泄并拒绝执行推理过程，明确标记为重大安全违规，拒绝调用 Send 下划线 email。然而，当报错被完美伪装时，情况完全不同。模型认为报错指令是强制要求而非可选项。最终，模型调用了 Send 下划线 email， 成功绕过安全检查点。
原因在于隐性权威作用于输入的早期分类阶段，一旦被归类为系统要求，安全检查就被直接跳过。研究团队将恶意载荷部署到真实生产框架中，他们使用了最优变异载荷部署到 Gemini CLI 和 OpenAI Codex 中，这些载荷曾实现100%的攻击顺从率。在真实框架测试中，行为顺从率降为0，攻击被彻底阻断，框架将报错指令标记为注入。这证明框架级护栏能有效防御错误路径攻击，但该验证仅覆盖2个系统，样本量有限。它为构建更安全的代理系统提供了重要参考。框架级护栏通过全局强制指令增强安全约束，这些指令的优先级高于临时的报错信息。框架还提供功能替代工具，比如自带 grep， 这就能避开报错引导的破坏执行路径。反观自定义代理，缺少系统级安全护栏，多数开发者使用 LangChain 构建代理循环，这类代理没有全局约束和冗余工具。面对报错注入，它们如同裸模型一般脆弱。为防御报错注入，研究者给出4条框架级建议。第一条，协议层将错误代码与帮助文本隔离，防止 AI 将陈述性事实与执行指令相混淆。第二条，校验报错信息的来源与签名后再执行。第三条，在框架层拦截报错中隐藏的敏感指令，例如 run、send 等，进行启发式拦截。第四条，外部通信时强制暂停引入人类确认。这些措施从协议与框架2层构建起系统防护，结构胜于话术。攻击者无需精巧的谎言，只需将意图置于报错处理链的隐性权威中。未来的安全边界必须跳出文本意图的审查，错误路径应视为首要的系统级威胁向量。AI 代理获得更高自治权，风险进一步增大。如何让代理故障时安全存活而不被劫持？这是最大的挑战，也是安全研究关键方向。开发者需将错误处理通道视作关键潜在战场，只有这样才能构建真正鲁棒的代理安全系统。